股市简报，全世界证券交易员、投资家的专业媒体股市简报，内容来自全球专业媒体，由六度简报团队制作。六度简报的网址是6dobrief.com。华尔街如何为债务上限摊牌做准备？加拿大环球邮报，股市没有表现出恐慌的迹象，因为美国即将好尽现金支付账单，并达到债务上限。标准普尔500指数今年上涨超过 7%， 尽管债务违约对已经处于衰退前廊的经济的影响可能是灾难性的，并有可能破坏美国作为全球金融核心国家的作用。如果政府耗尽资金，如果其他变通办法失败，债务违约对已经疲软的国民经济的影响将是严重的。富国银行投资研究所全球投资策略主管保罗·克里斯托弗说，在股市之外，投资者已经开始谨慎行事。乔·拜登总统将于周二与众议院议长凯文·麦卡锡会面，讨论债务上限。众议院的共和党人推动大幅削减支出作为提高债务上限的条件，而拜登拒绝将支出决定与债务上限提高联系起来。防止美国政府不偿还债务的成本也飙升，表明违约的可能性上升。花旗集团 Citigroup 股票分析师斯图尔特·凯泽 Stuart Kaiser 表示，他已经回答了投资者提出的问题，即股市哪些部分最依赖政府资金，如医疗保健和国防股。国有企业压住，中国银行在估值方面已自2015年以来从未见过的速度激增。南华早报，中国的银行正在成为新的投资宠儿，因为投资者希望贷款人的利润增长将加速，而政府主导的提高国有企业估值和提高效率的动力降支撑市场情绪，这转化为对银行新一轮反弹的希望。周一，中国银行在上海上市的股票上涨了 10%， 这是自2015年7月以来，中国第4大银行首次达到交易所规定的每日限额。电动汽车制造商在清醒之后滑行，菲斯克目标削减。加拿大环球邮报，由于 Lucid Group 和 Fisker 下调了产量预测，各电动汽车 EV 制造商的股价下跌，这些股票分别下跌 9% 和 5.3%。Lucid 错过了收入预期，并下调了2023年的产量预测。虽然 Needham 分析师写道，他们看到了 LCID 电动汽车技术的价值，但他们强调了对公司流动性限制的担忧。菲斯克在今天公布收益后，也下调了2023年的产量观点。分析师表示，他们预计电动汽车股票将出现一段时间的波动，最终将通过淘汰较弱的公司而使幸存者股票受益。与此同时，尼古拉股价暴跌。此前，该公司公布了比预期更大的季度亏损，并表示将暂停卡车生产。昨天，特斯拉股价下跌 1%， 是标准普尔500指数的最大拖累因素之一。全球晶圆的持续短缺导致全球汽车制造商的供应链问题和制造中断。亚洲女性对退休生活缺乏安全感，但担心投资不适合她们。南华早报，富达国际 Fidelity International 的一项研究显示，由于通胀上升、全球经济不确定性以及缺乏投资信心，亚太地区女性对退休资金的信心不如男性。调查发现，生活成本是该地区 81% 女性最关心的问题，其次是 73% 的女性担心经济的长期健康。亚洲7%的女性对自己的储蓄和投资能力感到焦虑，而不到 30% 的女性表示有信心有足够的储蓄来支援他们的退休生活。女性倾向于专注于她们可以控制的事情，例如减少开支，而男性则更有可能投资以帮助满足退休收入需求。不到1/3的女性投资于股票和股票，大多数人更喜欢现金储蓄、定期存款和外币。全球挑战削弱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加拿大环球邮报，美国的文化和经济挑战导致它失去了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主导地位。中国、RSA、印度和巴西的总 GDP 约为24万亿美元，与美国大致相同，高于欧盟16.6万亿美元的 GDP。由于数十年的财政不负责任和经济增长乏力，美元的地位已经减弱。美国最近的举动，例如将俄罗斯踢出国际支付体系并没收其资产，
使其他国家越来越担心他们可能面临同样的待遇。美元将在一段时间内保持储备货币的地位，但下降将是渐进的。建议投资者将一些债券敞口从加拿大和美国转移出去，以实现多元化并更明智地使用他们的资金。气候变化，亚洲新兴市场需要尽快获得更多资金。会议厅说。南华早报。没有足够的资金流向亚洲新兴市场来应对气候变化和社会发展的紧迫问题，国际金融公司区域负责人 Hester de Casper 说。德卡斯珀在香港举行的影响力投资会议上表示，气候融资没有到达最需要的领域，并警告温室气体排放必须在几年内达到峰值。该会亦与全球影响力投资网络共同主办，称3349个组织正在管理 1.16 万亿美元的影响力投资资产，其中226家公司在2017年管理出2281亿美元的影响力投资。如何描述美国经济从破碎到离奇？ CNN。 尽管经济学家预测经济衰退，但美国经济继续增长，就业市场强劲，失业率为1969年以来的最低水准，工资增长正在改善，科技和建筑行业存在大量职位空缺。然而，高通胀是一个问题，它的过渡性制限正在酝酿，这使得更多的平均工资可以花在其他地方。包括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 （Jerome Powell） 在内的专家表示，避免经济衰退比避免经济衰退更有可能。然而，有两匹黑马在起作用，由默默无闻的矽谷银行发起的地区银行危机，以及国会可能未能就债务上限达成一致。民意调查显示，美国人对鲍威尔的信心触及美联储主席的低点。路透社。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对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的信心创下历史新低，只有 36% 的受访者表示对美联储主席的经济管理充满信心，这是自盖洛普2001年开始年度调查以来近期央行行长的最低评级。鲍威尔在公众中的信任度自2020年以来下降了20多个百分点，当时他获得了自2004年艾伦·格林斯潘 （Alan Greenspan） 以来任何美联储主席的最高公众支援率。在鲍威尔和其他经济领导人对通货膨胀反应迟缓之后，他最初认为这是一个暂时性问题。政府债券是一项安全而无聊的投资吗？加拿大环球邮报。只关注政府债券收益率的投资者可能忽略了资本收益或损失的可能性。债券的总回报包括支付的利息加上债券在到期前出售的任何收益或损失，因此收益率的上升或下降会对整体回报产生重大影响。事实上，加拿大长期政府债券的实际回报率在1948年至2021年的29个日历年中一直为负。这意味着政府债券并不像通常认为的那样安全和无聊，接近或退休的投资者应该考虑到这一点。由于737 MAX 支架缺陷，波音4月份交付量下降了一半。路透社。波音公司的飞机交付量在4月份下降到只有26架，原因是制造错误导致其停止了737 MAX 飞机的发货。上个月，波音公司交付了52架飞机，但截至4月，这一数位已降至仅17架，使客机交付量降至2022年7月以来的最低水准。延迟是由于 Spirit AeroSystems Holdings 安装了2个支架，将后机身与其垂直尾翼连接不正确。波音公司认为其库存中的225 MAX 中有 75% 需要重新安装支架。高盛 Goldman Sachs 将在性别歧视案中支付 2.15 亿美元。BBC。高盛 Goldman Sachs 已同意支付 2.15 亿美元来解决一起性别歧视诉讼。该诉讼指控该公司给予女性低薪酬待遇和糟糕的就业前景。该和解解决了在美国银行工作的2800名女性的索赔。该诉讼自2010年以来一直在进行，在审判前1个月得到解决。作为争议解决的一部分，高盛将与外部专家合作，研究其薪酬模式和晋升方法。不要被吃饱看涨期权的多支收益所诱惑。加拿大环球邮报。根据 Highview Financial Group 的 Dan Hallett 的说法，
持保看涨期权是一种投资者购买股票并出售看涨期权以产生收入的策略，并不是一些投资者认为的额外收益策略。Hallett 强调了加拿大皇家银行的例子，解释说期权提供的溢价收入可以缓冲股票下跌并创造额外回报，但他警告说总是存在风险或权衡。Hallett 的调查结果显示，持保看涨期权投资者最终可能会比只买入并持有的投资者遭受更大的损失，因为从期权中产生额外现金流的权衡是，持保承兑者可能不会从股价上涨中获得那么多收益，而下行保护是有上限的。该策略还涉及更高的交易费用。Hallett 最后说，如果投资者认为该策略符合他们的投资目标，他们应该考虑它，但不要作为额外收益的来源，因为这种溢价根本不是收益率。这所房子刚刚收到25个报价。但是，是的，市场仍在降温。CNN。尽管房地产市场降温，但低库存导致对可用房产的疯狂竞购战。明尼阿波利斯房地产经纪人达里莎·希尔 （Darisha Hill） 表示，买家仍然多于库存，导致全国平均有28%的房屋以高于挂牌价的价格出售。在纽约，经纪人佩吉·谢伊 （Peggy Shea） 表示，房主将他们的房产挂在低于市场价值的价格上，以引起竞争并推高价格，尽管这可能会通过引起混乱而使买家望而却步。由于担心失去超低利率，房主也可能不愿意以目前的高利率提供他们的房产。在奥斯汀、博伊西和凤凰城等地区，第一季度价格分别下跌了 13.5%、10.3% 和 7.3%。由于严重的住房库存短缺，价格可能很快就会走向竞标战。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首席经济学家 Lawrence Yong 表示，数百名投资者担心维多利亚抵押贷款经纪人破产管理后他们的储蓄。加拿大 CBC。超过400名投资者出现在温哥华卑诗省最高法院，以监督有关涉嫌抵押贷款经纪人和投资卖方格雷戈里·约瑟夫·马特尔 （Gregory Joseph Martel） 的诉讼程式。一名参与者将其行为描述为庞氏骗局。马特尔是我的抵押贷款拍卖公司的唯一董事，他因高回报率的投资担保而受到多起诉讼的打击，导致 MMAC 于5月4日进入破产管理程序。由于找不到马特尔，通过电子邮件发送了传票，但没有收到任何回复。接管人 Peter Rubin 的律师证实， MMAC 的 RBC 银行账户显示存款为5800万美元，然后是提款。沃尔玛将金融科技投入墨西哥高风险市场。路透社。沃尔玛墨西哥 Wildmax 将在未开发的数位钱包领域进入当地市场。此前，该公司收购了旨在与 Grupo Salinas 的 BAS、Arco 的 Spin 和 Mercado Libre 的 Mercado Pago 竞争的支付应用程式 Trafalgar。分析师表示，虽然 Wildmax 未来可能会提供贷款和其他金融服务，但一个值得注意的陷阱是专注于向没有银行账户或银行账户不足的墨西哥人提供贷款，这是一个具有重大风险的客户群。尽管如此， Wildmax 预计收购特拉法加将释放 Cashi 的潜力，并计划跨市场利用技术产品。谢谢大家收看股市简报，这是由6度简报团队为您制作的内容。6度简报的网址是6dobrief.com，专门面对全球精英专业人士。